美国曾经有一名杀人犯在法庭上面宣称，真正的凶手不是自己，而是附在他身上的恶魔。这在唬烂想要推卸责任，还是真的有被附身这回事呢？难道杀了人真的能够用被恶魔附身来脱罪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纪录片《恶魔的审判》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说到案件发生在1980年代的美国，一名青年男性在持刀杀害了熟人之后，坚决不认罪，并且宣称案发当时他被恶魔附身了。这起案件呢是2021年电影《丽婴宅3》是恶魔逼我的故事原型，也是美国近代史上唯一一起用被恶魔附身当辩护理由的命案，而且还有一群人愿意出面帮他作证，包含了恐怖片迷呢一定都知道的灵媒华伦夫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透过采访当事人和案件相关人的纪录片《恶魔的审判》，一起来聊聊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华伦夫妇在这起案件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这个被恶魔附身的辩护理由，后来真的有被法庭采纳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帮狗狗又推出新绘本啦，是专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财商绘本，家长们千万别错过这个重要的启蒙黄金期。为什么会强调3到6岁呢？因为孩子在3岁就能够开始理解交换的概念，而在7岁前会形成初步的金钱观。如果从小有健康的价值观，未来就不用花更多的精神纠正。就像股神巴菲特所建议的，理财教育应该从学龄前开始。财商系列共有3本，在没钱真麻烦这本当中，盲狗狗会了解钱的功能，可以让交易变得又快又方便。在赚钱好累啊里面，则会明白赚钱的辛苦以及储蓄的重要。最后在我全部都要这本，盲狗狗将学会如何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资源。现在消费满额呢，还能够免费获得赠品，马上点击连结，陪孩子踏出财商启蒙的第一步吧。根据纪录片采访者的描述，整件事情的经过要从1980年7月谈起。当时美国康乃狄克州格拉策一家的这个长女黛比呢，正准备搬出去跟男友厄尼同居。某天，全家人一起去帮黛比搬家。格拉策一家最小的孩子呢，年仅11岁的大卫被分配到了打扫主卧室，但是才打扫到一半他就突然吵着要回家。大卫告诉家人说，他在打扫的时候突然有某股力量把他用力的推到床上，房间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像恶魔的人影。这影子呢，更开口对他说：“我想要你的灵魂。”起初家人们都没有相信大卫，而是觉得他大概只是做了场噩梦。不过因为大卫好像非常害怕的样子，所以妈妈呢还是有请神父来家里看一下，但也没有发现什么异状。直到几天后的一个大半夜呢，大卫突然歇斯底里的大吼说：“他要来抓我了！”接着根据二哥艾伦的说法呢，他们家的整栋房子开始剧烈的震动，灯光忽亮忽暗，然后碗盘全部都碎在地上，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半分钟。而饱受惊吓的格拉策一家呢，这才开始把大卫的话当一回事，并且找来了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灵媒华伦夫妇前来帮忙。华伦夫妇到格拉策家做初步的了解之后呢，就推断大卫口中的那个影子不是普通的鬼魂，而是超邪门的恶灵。那根据华伦先生的理论恶灵附身人类会有5个阶段。首先，他会设法靠近人类；再来是进入家中搅扰；第3呢是直接侵扰人的意识，让人做出各种负面行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会再进入第4阶段，完全掌控人类的身心灵；最后则是毁灭，就是让被附身的人做出自毁或者是毁灭他人的行为。而华伦先生判断此时的大卫呢，已经来到第3阶段侵扰了。他要求格拉策一家拍下的影音记录呢，也显示大卫在这段期间经常失控，会用不像是他本人的诡异声音来辱骂家人，甚至是动手施暴。因此，华伦夫妇联系教会，找大主教来为大卫进行驱魔仪式。家人们回忆，在仪式上呢，大卫脸部扭曲，身体抽搐，不断的骂脏话，还想要扑向前攻击神父。他们不得已只好将大卫压倒在地。而当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大卫又突然脸色发青，无法呼吸。黛比的男友厄尼在纪录片当中表示，他当时因为不忍心看大卫受折磨，就对魔鬼喊道：“放过这个孩子，来找我吧。”结果就在这个瞬间，大卫突然恢复正常了。大家都以为驱魔仪式成功，事情呢会告一段落，没有想到在驱魔仪式结束5个月之后，厄尼却犯下了杀人案。1981年2月16日，命案发生了。当时厄尼与黛比已经搬离家里，一起住在跟熟人租的房子里面。
这天，他们小两口跟这位房东一起吃饭，但是在喝了酒之后，厄尼跟房东起了口角，随后又扭打在一起。接着，厄尼拿出了小刀，反复的刺向房东，最后导致对方死亡。但诡异的是，当厄尼被带到警局讯问时，他却满脸问号，说自己完全不记得事发经过，觉得警察应该只是抓错人了。后来，厄尼的辩护律师马丁展开调查，华伦夫妇告诉他，当初在大卫的驱魔仪式上面，因为厄尼出言挑衅，所以魔鬼就离开了大卫的身体，转移到了厄尼身上。因此，杀害房东的不是厄尼，而是附在厄尼身上的恶魔。律师说，最初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呢，他觉得非常荒唐，但是在看过大量的相关影音资料之后呢，他开始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更决定用这套说法主张厄尼无罪。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用被恶魔附身作为抗辩理由的案件。因此消息一出各家媒体就争相报道，让整起官司受到了空前的瞩目。这起被美国媒体称为是恶魔逼我的案件，在1981年的10月底开审，检方以1级谋杀罪起诉厄尼。那如果被判有罪，他就要面临至少25年的有期徒刑。那在开庭之前，厄尼的律师搜集了各种音档、影像证据，也找来了神父华伦夫妇当证人，试图证明厄尼无罪。但是这些证据、证人全都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法官在听完判例跟被告主张之后呢，就直接宣布魔鬼附身不科学，不能够作为辩护理由，而且拒绝了任何跟恶魔附身有关的证据。这让在法庭内旁听的神职人员纷纷离席表达抗议，而厄尼的律师呢，后来只好改用正当防卫为由替厄尼辩护。1个月后判决出炉，厄尼以1级过失杀人罪被判了10到20年的有期徒刑。长期与厄尼相处的格拉策一家说，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所以他们在那之后就开始积极的上电视接受采访。华伦夫妇也带着他们飞去好莱坞跟节目制作人见面，并合作出版书籍《康乃狄克州的恶魔》。据他们的说法，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要把案件的真相公诸于众，还厄尼一个清白。但是在《恶魔的审判》这部纪录片当中呢，却有一名格拉策在受访时跟其他家人唱反调，揭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在纪录片的最后呢，格拉策一家的长子卡尔压轴现身，讲述他对这整起事件的认知，而他所说的是跟家人们完全相反的看法。首先，卡尔认为呢，厄尼犯下的命案跟恶魔根本没有关系。他的说法呢是，厄尼一直都对黛比有很强的占有欲，而他们的房东又疑似跟黛比有过一段情。言下之意是呢，这有可能是一场三角恋导致的凶案。甚至打从一开始呢，就没有大卫被恶魔附身这种事情。他举例说，有次大卫因为被附身而不停的乱吼乱叫时呢，爸爸一个巴掌过去，他就安静下来了。这让卡尔忍不住酸说，至少那个恶魔会怕我爸。那么这一切疯狂的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卡尔说，妈妈过世之后，他在整理遗物时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当时他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的是他妈妈的字迹，写着今晚全家都吃药。卡尔认为呢，这个药指的是一种叫做舒眠奈的安眠药。他怀疑妈妈呢长期把这个药混在食物里面，好压抑跟控制家人们。而这种药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可能会导致情绪不稳定、幻觉等等症状。所以就卡尔理解，不论是大卫呢，或是长期跟他们家往来的厄尼，他们曾经被恶魔附身的经验，恐怕都是长期过度服用药物所产生的幻觉。那至于华伦夫妇的推理与驱魔又该怎么样解释呢？卡尔直截了当的表示，华伦夫妇就是一对骗子，而这个说法也是卡尔跟家人少数有共识的一点。直到今天还深信自己被附身经历的大卫呢，在受访时也说，华伦夫妇根本就是操控人心的骗徒，一直在用他们一家的悲剧来赚钱，甚至到现在呢，都还继续从这个丽婴宅系列电影来获利。一开始看到纪录片的预告，吸引我们的主要是被恶魔附身也能够当成无罪的理由吗？这个思考点，但就这个案子来说，答案真的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不行。而看着看着呢，我们也渐渐的发现这部片的重点也不是在于法律跟超自然之间的攻防或是探讨真相上面。从这部片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在媒体恐怖片渲染之下，充满恐怖悬疑色彩的故事，实际上呢，更像是一场家庭悲剧。家庭成员们在受访的时候也表示，这起案件让所有人都留下了创伤，家庭四分五裂，大家彼此不再往来，真的让人感到很遗憾。纪录片制作人在后续的访谈里面也表示说，他们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证明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而是希望让格拉策的家庭成员们诉说他们眼中的事实。那这种制作方向，其实我们也蛮认同的。
因为在格拉瑟一家的父母都已经过世的现在，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了解这起悲剧事件的真相。而在案件真相无法完全厘清的情况之下，纪录片呢没有强行给出一个答案，而是让每个人的答案都有机会被听见。那当然，每个观众的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各自更相信的答案。那我们也有，但至少在所有的答案当中呢，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些家庭成员们因为这起事件所受到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而这或许就是当下这部纪录片所能够记录到的真相吧。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在听完这家人的故事之后，你相信哪个版本的故事？真的有邪灵跟附身哦，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应该是误会，是妈妈对于家人下药的家庭悲剧。所以不管真相是哪个，他们都很衰哦，故事都拿去让别人获利赚钱了。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恶魔的审判。此外，也可以点击一个地方看看摩西亚传说以及关洛音文化。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